本塞主角不行，气质不搭调不行。你敢信《甄嬛传》的选角居然都是导演换出来的？很多人以为《甄嬛传》的演员都是精挑细选、层层试戏敲定的，其实大半经典角色都是各种意外和巧合促成。靠的就是导演郑晓龙独到的演员审美。安陵容的扮演者陶欣然当年拿下这个角色完全是黑马逆袭，彼时剧组海选竞争安陵容的女演员数不胜数，毕竟这个角色层次极多，前期卑微怯懦，后期阴狠扭曲，演好了直接封神，演砸了就是尴尬灾难。陶欣然当时没流量没团队，只能自己带着资料上门试戏。他此前在《黛玉传》里演过贾探春，那个角色精明刚烈，心思缜密，眼神里藏着韧劲和敏感。郑晓龙看完他的探春剧照，又看了他的现场试戏片段，当场拍板定人。导演看中的就是他骨子里那股敏感、自卑又暗藏野心的劲儿，完美契合安陵容的人物底色。事实证明，导演眼光绝了。陶欣然把安陵容的隐忍和偏执演得入木三分，成为剧中最经典的人物弧光之一。端妃的扮演者李怡娟，原本她面试的是皇后身边的侍女简秋，剧组早早给她做好了丫鬟的朴素妆造，可郑晓龙一看造型就直接否决，说她身上没有半分丫鬟的卑微感，反倒自带沉稳端庄、温润疏离的娘娘气场。当时剧组正愁没人能撑起体弱通透、通透世事的端妃，导演当即决定临时换角，让她直接是端妃戏份。这一换，直接成就了剧中最通透温柔的白月光角色，不争不抢却稳居高位，稳稳活到最后。还有甄嫔的扮演者郭轩，当年他就在隔壁剧组拍戏，收工后路过《甄嬛传》片场，郑晓龙无意间瞥见他，一眼就看中他清秀端庄又温婉的气质，当场邀约他试戏，没有海选竞争，没有层层筛选，只是路过就直接拿下一个可以养老的角色，这事业运真是爆棚了。就连剧中的太后刘雪华也是导演跨剧组挖来的，当时他正在隔壁《新还珠格格》饰演太后。郑晓龙看过她的表演，觉得刘雪华老师不怒自威的气质刚好适配《甄嬛传》里太后权衡后宫、暗藏城府的人设，直接敲定让她跨界客串。不过全剧最传奇的客串当属颖儿饰演的夏冬春，这个角色出场不过3集，被仪仗红赐死后彻底下线，却让观众记了10几年。而且当时整部剧的演员都要统一参加宫廷礼仪培训，学习跪拜、行礼、站姿，唯独颖儿全程不用参训，因为夏冬春是将门嫡女，自幼娇生惯养，嚣张跋扈，不懂规矩，不屑隐忍才是人物本色，刻意学规矩反而会演得假。大家应该都知道，当时《甄嬛传》剧组很穷，所以当年也曾深陷资本干预的困境，差点毁掉整部剧的基调。原著作者刘恋子在创作时全程以蔡少芬为甄嬛原型，心里默认的第一女主就是蔡少芬。可当时30多岁的蔡少芬明确拒绝了这个邀约，她很清醒，知道自己的年纪已经不适合演17岁青涩懵懂的少女，强行出演只会违和尴尬，最终选择挑战城府深沉的皇后宜修。甄嬛女主位空出后，资本立刻闻风而动。2010年前后的影视圈正是资本强势控局的时代，资方在人带资进组，强行改角是行业常态。很多热播剧为了凑投资，只能妥协资本，任由投资方安排新人、熟人、空降核心角色，完全不顾角色适配度。当时《甄嬛传》拍摄资金紧缺，急需大额资方注入支撑拍摄，有大佬看准这部剧的潜力，直接提出条件，要让自己的女朋友出演甄嬛，一边是整部剧的拍摄资金，一边是整部剧的灵魂角色，两难抉择摆在郑晓龙面前。为了保住剧组资金不断档，导演没有直接硬刚撕破脸，而是选择妥协让步，答应让这位资方女友进组试戏。可试戏结果一目了然，对方既没有少女的清纯灵动，也撑不起后期甄嬛的沉稳霸气，气场、演技、气质全方位不贴合，哪怕要承担得罪资方资金缩水的风险，郑晓龙也坚决不肯让他毁了核心角色。最后折中安排，给了他一个福晋配角，既给了资方面子，又守住了女主选角的底线。也正是这次硬抗资本的坚持，才让孙俪捡到了这个传世经典角色。其实孙俪最初并不是最优的人选，试戏时很多人觉得她气场偏软，撑不起后期熹贵妃的凌厉感。但郑晓龙看人从来不看流量和名气，只看可塑性。他看中孙俪眼神里的干净纯粹，相信她能演出少女甄嬛的天真懵懂，也能沉淀出后期回宫后的隐忍狠绝。事实证明，导演的坚持无比正确。孙俪用层次分明的演技，把甄嬛从初恋小白兔到杀伐果断的后宫掌权者的蜕变演绎得淋漓尽致，彻底成就了这个国民级女装角色。正是这份以角色选演员，不以演员定角色的底线，让这部总投资才8000万、演员片酬只占30%的剧，交出了一份至今无人能超越的成绩单。10几年过去，它的重播次数早就破了1000次。每年寒暑假必上各大卫视，黑龙江卫视曾经半年重播10遍，河北卫视更是直接打通全天时段24小时循环播放。它还走出了国门，成为首个登陆 Netflix 平台付费播出的中国电视剧，被翻译成10几种语言，在日本、韩国、东南亚甚至欧美几10个国家播出。还得多谢当年郑晓龙宁愿得罪资本，也要守住选角底线，才让我们看到了这部传世经典。